乾隆年间，一个八旗子弟从破落家庭出身，只用了10年时间，就从底层侍卫爬到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领，最后身兼数十要职，权倾朝野。他就是和珅。后来嘉庆抄家查出来的财产折合白银超过8亿两，相当单一清朝10几年的财政收入。这么一个公开的巨贪，乾隆难道不知道吗？他当然知道。可为什么乾隆活住的时候不杀和珅，也不动和珅？答案根本不是什么乾隆糊涂，也不是单纯喜欢宠臣，而是乾隆从一开始就把和珅当成了一个最好用的皇家钱袋子和皇权白手套。今天这期咱们把和珅的发家史、敛财术和乾隆的帝王心术一次性拆透，看完你就会懂，乾隆不是被和珅骗了，他是故意留住和珅。说到和珅，很多人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贪。电视剧里的和珅也经常是一个圆滑、会拍马屁、到处捞钱的奸臣形象，但真实历史上的和珅远比这复杂得多。他不是一个只会拍马屁的宠臣，他其实非常能干。和珅精通满语、汉语、蒙古语、藏语，还懂行政、财政、司法、军事，甚至处理外交事务也很有一套。乾隆后期，国家机器越来越庞大，开销也越来越大。乾隆需要一个既能办事，又能帮他搞钱，还不会威胁皇权的人。和珅刚好就是这个人。和珅的崛起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他最早只是宫里的一个侍卫，负责皇帝出行、宫门宿卫这些事。后来有一次，乾隆出宫，听到随从奏报有罪犯脱逃，乾隆当时很不高兴，引用了一句《论语》里的话，身边的人都吓得不敢说话，只有和珅从旁边接了一句，说皇帝是在说点守者不得辞其责。就这一句话，让乾隆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侍卫。乾隆觉得这个人不简单，不仅识字，还能懂自己在说什么。从那以后，和珅开始被提拔，从侍卫升到侍卫大臣，再到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一路飞黄腾达。你看，和珅的第一步不是靠送钱，也不是靠关系，而是靠懂皇帝。他知道乾隆在想什么，知道乾隆要什么，也知道乾隆不希望什么。这一点后来成了他权倾朝野的最大本钱。真正让和珅站稳脚跟的是他的办事能力。乾隆后期，大清表面上还是盛世，实际上财政压力越来越大。皇帝要南巡，要建宫殿，要打仗，要维持庞大的官僚体系，这些都需要钱。可是国库的钱不能随便乱花，皇帝也不能直接说我要敛财。这个时候，和珅就派上用场了。和珅最擅长的就是帮乾隆把不能明说的钱变成可以使用的钱。他通过内务府、户部、盐政、关税、易罪银、捐纳等各种制度，把财政收入重新整理，让皇帝和宫廷的开支变得更加灵活。与其说和珅是贪官，不如说他是乾隆后期最重要的皇家财政总管。当然，这个过程中和珅自己也捞了不少。但乾隆为什么不追究？因为对乾隆来说，和珅的贪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只要他还能用，只要他还听话，只要他不威胁皇权，贪财反而比贪权更安全。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点，乾隆不怕和珅贪，他怕的是和珅不听话。如果一个大臣既清廉又有能力，还威望很高，皇帝反而会提防他，因为这样的人可能会威胁到皇权。反过来，如果一个大臣有明显的缺点，比如贪财、爱钱、喜欢享受，皇帝反而更容易控制他，因为皇帝可以用钱笼络他，也可以用他的贪污把柄随时制住他。和珅就是这样，他有能力，但也有弱点，他有权力，但他的权力全部来自乾隆的宠信。只要乾隆不说话，和珅就是大清第一权臣；只要乾隆一句话，和珅随时可以倒下。这种人对皇帝来说最安全，也最好用。所以乾隆不是不知道和珅贪，他是故意不查。他留住和珅不是因为糊涂，而是因为和珅能帮他解决2个最头疼的问题：第一，帮他处理复杂的国家事务；第二，帮他解决国库不够花的现实难题。和珅的厉害之处还在干他非常懂乾隆的心理。乾隆晚年很喜欢自我感觉良好，他自称实权老人，喜欢大臣吹捧他，喜欢仪式感，喜欢南巡、大营造、大庆典。和珅就非常懂得配合他。乾隆要面子，和珅就给他面子；乾隆要排场，和珅就给他排场；乾隆要钱，和珅就想办法帮他弄钱。与其说和珅是大臣，不如说他是乾隆晚年最称职的总管和心理顾问。他不仅能办事，还能让皇帝舒服。这一点，那些只会讲大道理、只会跟皇帝争执的传统士大夫根本比不了。但和珅也不是完全没有政治野心，他后来权力越来越大，开始培植党羽，控制重要部门，打击异己，军机处、内务府、户部、吏部、步军统领衙门都有他的势力。到了乾隆晚年，和珅几乎成了朝廷里说一不二的人物。可即便如此，乾隆还是没有动他。为什么？因为乾隆很清楚，和珅的权力来源始终是皇帝本人。和珅不是那种可以取而代之的军阀，也不是那种可以号召天下的世家大族，他的一切都依附在乾隆身上。所以乾隆不怕他权大，只要自己还活住，和珅就翻不了天。真正的问题出现在乾隆死后。乾隆一去世，嘉庆马上对和珅下手，原因很简单，嘉庆需要树立权威，需要收回被和珅瓜分的皇权，也需要和珅那笔巨额财产填补国库。和珅这时候才发现，自己一生的荣华富贵全都绑在乾隆一个人身上。乾隆一走，他什么都不是，
随后和珅被刺自尽，家产被抄没，儿子丰绅殷德也被打压，曾经权倾朝野的和珅家族一夜之间土崩瓦解。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乾隆这么聪明的人，难道不知道和珅死后会被清算吗？他当然知道，但对乾隆来说这不重要，他要的是自己在位期间好用、舒服、权力稳固。治国和珅以后怎么样，那是下一代皇帝的事，这就是帝王心术最冷酷的地方。皇帝身边的宠臣，有时候并不是因为皇帝喜欢他，而是因为皇帝需要他，需要他办事，需要他背锅，需要他承担污名，甚至需要他死后给新皇帝立威。和珅的一生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聪明能干，会揣摩圣意，也确实得到了乾隆的无限宠信，但从一开始他的命运就不是自己掌握的，他是乾隆的工具，也是乾隆留给嘉庆的政治遗产。嘉庆杀和珅，一方面是为了夺回皇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树立新皇帝的权威。把和珅这样的巨贪拿下来，天下人都会看到新皇帝不是好惹的。同时，超出来的家产也能暂时缓解国库压力。所以，嘉庆杀和珅不仅仅是反腐败，更是一场非常前进的权力清算。那和珅到底是忠臣还是奸臣？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在乾隆的皇权体制下，和珅既不是单纯的忠臣，也不是单纯的奸臣，他更像是一个高度适应体制的权力经纪人。他帮皇帝办事，也从皇帝那里获得权力和好处。他的贪污不是单纯的个人道德问题，而是整个乾隆后期财政、官僚和皇权结构共同制造出的结果。很多人说清朝从乾隆晚年开始腐败，和珅就是最大的蛀虫，这话没错，但不够深。真正的问题不在爱和珅一个人，而在爱乾隆后期的整个政治系统已经越来越依赖皇帝个人意志、宠臣政治和灵活敛财。当制度无法约束皇权，当皇帝需要通过宠臣来绕开正式官僚体系，和珅这样的人就一定会出现。所以和珅的悲剧不只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乾隆盛世背后的制度悲剧。表面上看，乾隆时期国力强盛，疆域辽阔，文化繁荣，但实际上官僚系统已经开始腐败，财政压力越来越大，皇帝越来越依赖身边的亲信，真正的制度制衡越来越弱。乾隆死后，清朝并没有真正中兴，反而继续下滑。嘉庆虽然杀了和珅，也处理了一批贪官，但他并没有真正解决乾隆遗留下来的体制问题，腐败还在，皇权过度集中还在，官僚惰性还在。只不过和珅倒下了，下一个和珅还会再站起来。回过头看和珅的一生，其实很值得玩味。他从底层一路爬上来，靠的是才华、勤奋、眼力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他知道乾隆要什么，也知道官场怎么运作，可他最终还是输了。他输不是因为他不聪明，而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站在皇帝的影子里。皇帝可以把他捧上天，也可以随时把他摔下地，这就是皇权时代最残酷的逻辑。你越接近权力中心，你就越危险，你越会揣摩皇帝，你就越容易成为皇帝的牺牲品。和珅以为自己在利用权力，其实他只是被权力利用了。乾隆死后，清朝进入了嘉庆时代。嘉庆虽然扳倒了和珅，也想整顿吏治，但他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贪官，而是一个被乾隆晚年高度腐败化的庞大官僚系统。嘉庆能不能止住清朝的下滑？他又为什么被后世称为平庸天子？清朝在嘉庆手里到底是中兴还是继续走向深渊？下一期咱们就来聊嘉庆。他是乾隆指定的接班人，也是清朝由盛转衰时期最关键的一位皇帝。他看起来勤俭稳重，不贪色，不享乐，可为什么就是挽救不了大清？他到底是一个合格的继承者，还是一个无力回天的平庸皇帝？喜欢这种深挖权力底层逻辑、讲透历史与人性的内容，记得订阅《微观人间》，打开小铃铛。我们不讲教科书里的套话，只拔最真实的历史细节和权谋逻辑。后面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慢慢聊。